就他前几天我们去过岩井窑，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中井窑。它在1945年开窑的，使用的是鸟取本地的稻草、长石磨粉等等的原料来制作。曾经与柳宗理大师一起共同合作，有了当代工艺大师的加持，让它声名大噪，造成市场的热烈讨论跟轰动，也让中井窑渐渐的走出国际。那我们的第一站先来到展示间，可以发现中井窑最大的特色就是鲜明的绿白黑的配色，这些都是中井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现在的经营者是第3代的坂本章先生，我们就一边喝着热茶，一边听他分享中井窑的故事。其实在他接手之前，中井窑就是以这3个颜色为主要的配色，那他也在传承中试着要去突破，让这个绿色更亮一点，象征着可以为生活带来更多的明亮，在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，也让中井窑一个崭新的姿态呢打出了知名度哦，甚至是一气难求。不过他也坦诚自己也是遇过挫折的，甚至这个时间长达了10年、20年之长。挫折都是挫折。10年、20年。我说刚开始10年、20年啊，几乎什么都没办法。是哦。好古老，好古老。对啊，我就是第一层的，它这个会反复上色啊。接着我们参观了工作室，坂本章的儿子也来了，他对自己的儿子非常赞赏，他觉得30岁的儿子做得比自己还要快，也还要精细，也不只有第4代，还有可爱的第5代哦。他说你一直抱着我怎么工作？特别是南部铁器，就是南部铁器香港国外去的话，价格又太高。器啊，一些对，都是自己来搞。这里是由财团法人所经营的，展示了很多艺术家们的作品，不过只有在周末有开放参观。这里除了有作品可以欣赏，还有咖啡厅哦。最特别的是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杯子。人间国宝是人间凶器。你从每况愈下，这个是作品单价最贵的，被誉为人间国宝，选它还要再加500日元。如果一般的瓷器是一个沉稳内敛的大叔的话，
这个就是肤若凝脂的少女，它很洁白，而且触感真的很细腻，甚至是摸起来很像瓷器，让人想要把握机会多摸个几下。下午呢是赏枫的行程，我们在前往居坊神社的路上，突然发现，隔壁人家的枫叶好像更红哎！刚好这个隔壁就是大有来头的石鼓家住宅，这里被指定为国家级的重要文化财哦。很幸运的是，今天它刚好有开，我们就决定买门票进去看看。它里面呢占地有3000多坪，真的可以说是以前江户时代的豪宅了。那过去这里附近非常的繁荣，有很多商人啊、店铺在这一带进行交流跟贸易等等的。石鼓家的位置刚好就在最中央，同时也是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物，至今仍然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。在欣赏它的建筑的同时呢，我们也没有忘了，我们是为了枫叶而来的。这大概是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以来我最喜欢的一棵枫树。虽然它没有整棵很彻底的翻红，它底下还有一些微微的黄绿色，但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在树上看到了彩虹。旁边呢还有一棵同样也很美的银杏树哦。走了那么多路，也该补充一点能量了。听说这间小店的豆制品非常厉害，连不爱吃豆腐的人都会爱哦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生汤叶，也就是生的豆皮。这个跟你平常吃到的豆皮完全是来自2个不同的世界。这个吃起来呢，很滑嫩，很细腻，但是它的豆味却真的很浓，又很香醇。你吃过之后，我觉得应该就很难再回头接受以前的豆皮了。
鸡胸肉3个。好好吃哦。对啊，鸡胸肉很好吃。那边有明鸡吧？一整是长条形的。点一个是一串。好，一杯是好。はい、あと就它是什么的？冲绳。哥有说了日本。展现开心的时间。哦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好厉害！晚安。今天是我们在鸟取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然后我现在要从我们的饭店走到附近的唐吉诃德。是哪里？我好像有点迷路。好孤独的影子。这里真的是超级大，我刚刚已经迷路了，一直在绕圈圈。最后一天的早餐。Business card of my gratitude。他是写名字还是写什么？你拿起来啊？你说2、3、4，你拿。对啊，这里很漂亮，那个公园两侧都是。在上一集我们有路过柯南小镇，可是那个还不够，我也很想要来柯南机场看看，因为这个是全球呢独一无二用漫画来命名的机场哦。除了尼子鬼太郎机场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就是鸟取沙丘柯南机场了。不过听说在改名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当地人是反对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柯南的地方就会有命案，所以大家怕这个名字会不吉利。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才在前面又加了鸟取沙丘来中和一下。这里有好几个必拍的景点，分布在机场的各个角落。来到这里呢，就要拿出跟柯南一样的观察力，好好的张大眼睛，仔细探索喽。这趟的鸟取行，我们有始有终。第一站是大啖和牛，最后一站就要来大吃海鲜喽。我们来到了人潮满满的鹤鹿市场，里面卖的是刚打捞上岸的海鲜们，当然也有松叶蟹喽。除了海鲜，还有可以让我们带回家的伴手礼跟干货等等的。旁边呢还有生气蓬勃的农产品直销区，跟各种头好壮壮的蔬果们。这是我看过史上最大的梨子，跟我的头一样大。距离午餐呢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决定先到旁边的螃蟹儿童博物馆去看看。这个也是柯南里面有介绍到的景点，在里头呢可以学到各种跟螃蟹或者是海洋生物有关的知识，是个非常适合亲子同乐的地方。不过看着这个巨大的螃蟹跟龙虾，我心里升起了一些不好的、邪恶的念头，就是我的肚子好像开始饿了。
因为我很爱鲑鱼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。旁边还有生鱼片们，中间呢就是鸟取也很有名的红楚蟹，我觉得它吃起来比松叶蟹还要甜，这会让我下次想要再去一次进港大吃特吃红楚蟹。结束了在鸟取的最后一餐，我们就要前往冈山，准备回台湾了。这5天的鸟取行程，感觉自己的身心都获得了满满的养分。这3集的鸟取分享，你最喜欢哪里呢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